每日更新最新短剧，感谢订阅。男人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刚买回来的古董桌子竟然藏有一个神秘的暗格。他满怀好奇地将它打开，竟发现了一沓100年前的信件。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100年前的同一时间，艾莎也打开了书桌的暗格，却发现自己的信件竟凭空消失了。艾莎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她的秘密正被一个100年后的男人窥探。而男人从信中得知，女孩出生于100年前的一个贵族家庭。虽然生在那个漠视女性的年代，可艾莎却并没有向世俗低头。她的每一个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深深的智慧与超前的思想，更是向往平等的关系和自由的爱恋。她被女孩的思想和才华所吸引，可即便是这样的女孩，却也有逃脱不了的束缚。明明在当地已然过上了贵族的生活，可父亲却为了家族事业的发展，打算将她许配给伯爵家的傻儿子。可一向孝顺的艾莎，在面对父亲的安排时，她却也毫无办法。尽管自己伤心不已，也并不喜欢他。然而看到这里的斯科特忽然为女孩的处境所心疼，于是他来到了电脑跟前，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想要安慰女孩的话。可他写着写着，却莫名地被自己的行为逗笑了。没想到自己竟会如此神乎其神，给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太婆写信。第二天，他将自己想写信的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误以为儿子是单身太久才会有如此异想天开的想法。毕竟要给一个100多年前的人写信，至少也得用上那个年代的工具嘛。于是他拿出了一张上世纪的邮票和一瓶年代久远的墨水。Let's just say I bought into this madness for a few milliseconds, which of course I don't. Where would you suggest that I mail this? 而关于寄件的邮局，母亲则告诉他，在城市北部的一个边缘上，有唯一一座古老的邮局，那里24小时营业。Do you think this is going to work? Wouldn't it be awesome if it did? 没想到母亲思虑的竟如此周全，而一想到要给上世纪的女孩写信，斯科特这一晚彻夜难眠。于是他打开了母亲给的墨水，打算连夜给女孩写上一封回信。亲爱的艾莎，我认为你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心，毕竟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，只会跌入另一个无尽的深渊。或许你的如意郎君不久便会和你相遇，亦或许那个人就是我呢。即便女孩不可能会收到这封回信，但她却是真的希望女孩可以寻到那份属于她的幸福。于是她连夜驱车来到了邮局，可当她踏进邮局的那一刻，才发现偌大的邮局空无一人。所谓的24小时营业，不过就是几盏昏暗的灯光而已。于是她并没有怀抱希望，只将信封放进了投递箱，接着便转身离去了。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命运的齿轮已开始悄然转动，信件竟真的穿越了时空，被送到了100年前的艾莎家里。当他打开信封时，他顿时被信件的内容所震惊。明明从未与人讲过自己的秘密，可写信的人却一清二楚。于是他立即打开了自己的秘密暗格，果然信件已凭空消失。于是他认为这一定是有人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100年后的斯科特已将此事抛在了脑后。可正当他安静地看着球赛时，却意外听到了古董桌发出的声响。于是他准备一探究竟。可当他打开机关暗格时，他被接下来的一幕震惊了。原本空空如也的暗格里，竟凭空多出来一封信。接着他小心惶恐地将它拿出，而接下来信里的内容则更是让他瞠目结舌。没想到信件竟真的时空穿越了。Who are you? And how could you know there was something in my secret place to be stolen? I wonder as I place this second letter in the same place as the first. Or you violate my privacy again? 可这却让艾莎误会了自己，以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小偷。于是他再次提笔，向艾莎解释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切，从买回古董桌到意外发现的信封，都原原本本地写在了信里，然后再次将信寄了出去。而收到信后的艾莎也被其中的内容所震惊。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come up with is that we're able to talk to each other across the chasm of time. 他不敢置信，难道这种话本里才有的故事竟真的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？于是他开始频繁地与斯科特通信，他想要了解100年后的生活方式，也对神秘的斯科特充满好奇。虽然两人都未曾见过，可在这一来一往的回信中，彼此的好感却油然而生，他们之间爱情的种子也正悄然发芽。于是斯科特将心事告诉了母亲。虽然母亲一向支持儿子的决定，但听到儿子爱上了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太婆，母亲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In this world, in the world you and I live in, she does not exist. 而在斯科特的一再坚持下，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的想法。于是他开始给艾莎写信，想要把自己这份浓烈的爱意叙述给她。可写着写着，他忽然感到一阵失落。或许这份奇幻的际遇真的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亦或许不靠近不打扰才是爱他最好的方式。于是他思索片刻后，删除了已写下的情话。而另一边的艾莎每日都在翘首以盼，盼望着斯科特的回信。I'm sorry, there's
There's nothing. 可他已经很久不曾收到他的信件了，而斯科特是第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能与自己的灵魂同频共振的那个人，他不想就这样错过。于是他主动写了一封回信，他告诉斯科特，如果你不愿接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爱恋，只需要与我说明便好。我绝不是那种死缠烂打之人，毕竟我可是和很多男士跳过舞的人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不愿回信，只是怕自己的感情一旦迸发，便再也无法收拾。To never touch each other, hear each other. So what harm can there be to write to each other? 他不知道为何自己莫名想要去看看艾莎曾住过的地方，可当他来到艾莎100年后的居所时，才发现艾莎描述的繁华小别墅也不再有了往日的热闹与生机。于是他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，而开门的是艾莎家的保姆。经过保姆的介绍，才知道这里住着的是艾莎的侄女。当他踏进房门时，他瞬间被这古色古香的陈设所吸引，不愧是上个世纪的贵族所居住过的房屋。随后他看到了艾莎的侄女，他想了解艾莎后半生的一切，尤其是关于她的婚姻。Can you tell me if she was ever married? 可侄女似乎并不想谈论此事，斯科特只好转身离去。然而当他下楼梯时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他忽然好像感应到了什么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另一个时空的艾莎此刻也正在上楼梯，他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，两人竟都好像感应到了彼此的存在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仿佛两人能超越时空的界限，在此刻将彼此的心灵靠在了一起。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惊与欣喜，如同两颗流星的短暂交汇。正当他们沉浸在这奇妙的际遇时， You coming? Yes. 保姆的话打断了两人，而这种感觉也深深地印在了斯科特的脑子里。于是回家之后，他迅速地拿出了纸和笔，急切地想与艾莎分享今日所发生的一切，而艾莎也早已在门口等待着回信。 But what I will never forget is how I suddenly felt your presence on the stairs, almost as if you touched my cheek. It's crazy, but I felt as if I could touch you too. Forgive my silence. It won't happen again. I promise. All my love, Scotty. 看完信的艾莎，泪水已悄然淌满了整个脸颊。而明确了对方的心意后，两人开启了这段跨越时空的爱恋。他们相约将两人的照片放进信封里，于是艾莎将自己美美的打扮了一番，她要将自己最美的样子拍给心爱之人。而斯科特也梳了一个最帅的发型，然后拍下了自己的照片。可不巧的是，艾莎的佣人却不小心将信遗落在了角落里。因迟迟未曾收到斯科特的回信，于是艾莎突然有了一个决定，她要去那个斯科特生活过的城市，再次尝试横跨时空所带来的感应。或许这样可以离爱人更近一些。然而就在他出发的路上，他的马车突然颠簸起来，好似撞到了什么东西。而与此同时，斯科特骑自行车竟也被树干绊倒，顿时昏迷了过去。然而让人不解的是，明明只是轻伤，可却迟迟不见醒来，就连医生也是第一次遇见。另一边，艾莎已来到了斯科特100年前的城市，她忽然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吸引力。当她转头望去时，才发现是一名军官。两人虽从未见过面，可眼神相遇的那一刻，却总有一种莫名的相见恨晚。于是军官主动制造了一场偶遇，就这样，两人正式认识了。他们会经常一起相约吃饭，会一起坐在草坪谈心，也会一起泛着小舟，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。可每每和军官在一起时，他总有一种和斯科特在一起的错觉。而军官也深深地爱上了艾莎。原本以为两人会这样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，可不料军官却接到了前线的通知，明明爱恋才刚刚开始，却又要面临着分离，这让两人都依依不舍。然而军官刚走，昏迷已久的斯科特就醒了过来，而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艾莎写的信。从信中，他得知了艾莎和军官的事迹，他为艾莎能遇到真爱所开心，即便他爱的已不再是自己。可看到军官因上了战场而分别，他也为艾莎所惋惜。于是他查阅了有关那场战争的结局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军官竟会在7月3日这天因为这场战争而殒命。而距离这个日期只剩3天，或许现在写信告知还来得及。于是他急忙拿出纸笔，希望艾莎能够提醒军官保护好自己。他希望艾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可当他赶来邮局时，却发现邮局已被熊熊大火所包围。可为了艾莎，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冲了进去。还好终于把信放进了邮箱，最后也平安地逃了出来。而另一边，收到信件的艾莎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驾着马车径直地朝着车站奔去。可当他赶到时，军官已然身受重伤，躺在那里奄奄一息，最后在艾莎的注视下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与此同时，斯科特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，好似失去了无比珍贵的东西。而自从军官离世之后，艾莎一度伤心不已，终日郁郁寡欢。艾莎给斯科特写了许多信，可却一封回信也未曾收到过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邮局已然被烧，而斯科特也再无法寄出回信了。因此两人彻底断了联系。就当他以为两人的纠葛将到此为止时，佣人却找到了当初遗落的那封信。然而当他看到信里的照片时，没想到斯科特竟与军官一模一样。不过他并没有过多的震惊，因为在他的心里，
军官一直就是斯科特。而当斯科特收到艾莎与军官的照片时，斯科特也被震惊了。可由于无法回信，他只好急忙驱车再次来到艾莎的家里。此时侄女已然离世，于是在经过保姆的同意下，斯科特来到了艾莎居住过的房间。突然好似感应到了什么，仿佛有一股神秘的魔力指引他看向了梳妆台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时空的艾莎此刻正在房间梳理着秀发，两人竟再次感应到了对方的存在。这仿佛是一种超越寻常的魔力，即使跨越了时空，也未曾阻挡这如潮水般的爱意。而这瞬间袭来的幸福感，顿时让两人感到了浓浓的甜蜜。然而下一秒，保姆的到来再次打断了两人。原来保姆在收拾物品时，发现了艾莎曾用过的箱子，里面有艾莎最爱的书籍，还有两人的照片。That's you. How'd you get in there? I'll try to explain it. You're never gonna believe it. 而从日记里得知，艾莎未曾嫁给伯爵家的傻儿子，而是独自度过了一生。不过她自始至终都是幸福的。于是经过保姆的指引，斯科特手捧鲜花找到了艾莎的安葬之地。他缓缓地来到艾莎的墓前，然后温柔地触碰着碑文上的名字，仿佛在抚摸着那跨越时空的爱人。他突然发现碑文下方刻着的字，我有一个永世不忘的人。顿时一股感伤涌上了心头，泪水也不由得在眼眶打转。或许此时此刻他才知道，他爱的人从始至终都只有自己。突然一只小狗跑到了自己跟前，而身后正跟着他的主人。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当女孩撩开秀发的那一刻，顿时让他目瞪口呆了。女孩竟跟照片中的艾莎毫无二致。原本以为这辈子再也遇不到所爱之人，没想到命运竟再次安排了两人相遇。或许爱不会消失，如同一封跨越了100年的情书。而不管是哪一个世纪，两个相爱的人也都会毫不犹豫地爱上彼此。或许真挚的爱恋难得，但更难得的是那份勇于追寻的勇气与坚定。愿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，也能遇到灵魂与灵魂间的共鸣。